邊學邊試生活志。今天呢，我們就實際的把這個可調電源給它 DIY 出來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罐子做这个可调电源的壳子，没找到太合适的壳子，按说应使用的稍微小一点的正方形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形的盒子，只能勉强的用这个圆柱形的盒子来做了。这里边是我们用到的一些元器件，然后我准备这样倒扣着放在桌面上，然后在这个侧面给它开一个洞，给它放进去。前面是放这个，然后再给它前面把输出的电压给它通过这两个夹子给它引出来，然后再接一个 USB， 这是作为输出使用的，然后在前边再放一个开关，电源开关，然后后面的话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源插座，然后电源那邊再放上一個通用的一個接頭，然後我們把開關給它放到頂上，然後我們找一個畫筆給它畫出一下，放在上邊吧。這兩個是電源的出線口。然後這些孔呢，然後我們就使用烙鐵給它燙出來。這裡用到我們舊的個烙鐵頭。下面，然后我們使用刀把相應的洞口給它切出來。
還需要在這兒鑽幾個孔，用来通风的。通风的话，我们直接就用刀吧，不用烙铁了。这个是正，这个是负。现在我们就给它焊好了线，然后这边也打了胶，把这个线头都给固定了。这是接电源的地方，正极、负极，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接线的柱，这个就是开关，电源开关。然后这边也打了胶，这是一个 USB-A 的，然后这两个就是输出的正极、负极，蓝色的为正，这个为负。我给它打了一个结，就是为了防止两个线然后碰到一起。打个结之后，这个明显就短了，
它就能夠大大的減小2個正負極觸碰的概率。然後我们把後蓋給它裝上去。我準備用這個舊筆記本的電源適配器當做它的電源。我們看一下它的電源是輸出是20伏4.5安，然後這個電源輸入的電壓是6到36伏，是符合要求的。然後我們現在要看一下它的正負极，别正負极接反了。然後目前这个正負极裡邊是正，然後外邊是負。然後我們現在先量一下它的正負極。20伏，可以的。然後我們就給它接到它上面。現在電源開關是沒有接通的。它這個自帶有開關，然後我們點一下。剛才確實還嚇了一跳，因為通電的時候它這個風扇會轉一下。這上面還有一個動畫，現在都是關，然後設置的是5伏9.1安。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說明書，它的說明書可以在官網上找到。當然，它本身沒有自帶的紙質的說明書，可以掃這個二維碼，然後就有一個說明書，電子版的說明書。打開後就是這個，它這個可調電源。裡邊有天氣系統，有時鐘，還可以聯網的，有可編程的動作。它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，就是充電的功能，可以充電池，就是其他可調電源沒有的一個功能，就是充滿自停。我用其他的可調電源，它都是沒有充滿自停的，它就一直在充，哪怕是電流比較小了，它還是一直會充，它不會自己中斷。它這個就多了一個充電模式，充電電池，就是滿電自停，自動充電。這個功能我之前就是使用可調電源，然後充電池嘛，就是相機的電池，然後就發現了可調電源不太好用的一個地方，然後這個可調電源它就沒有這種缺陷。然後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USB 的它的一個輸出，也是12伏9安。然後這個也是中間是正，外邊是負，這個 USB 接的也是可以的。它還有一個自帶的 APP， 可以通過這個 APP 來調節它，讓它連上網。然後我們現在試一下，直接搜索新藝聯，也就是它的牌子，然後就有一個新藝聯。然後我們點擊下載，我用的是 iPad， 安卓也是有的。然後現在已經安裝好了，我們打開。這裡有個界面是註冊的界面，咱們現在不註冊，是用遊客登錄。然後我們添加設備，定位。还需要賬號，我們輸一下賬號，登錄一下。我剛才給它用手機註冊了，然後我們現在再添加一下設備，長按配對鍵5秒確認指示燈快閃，也要按這個鍵，按上5秒。關於找不到這個藍牙設備，我們可以退出軟件重新試一下。然後打開藍牙，就出現了一個設備，這個需要配一下 WiFi 網絡，我們配一下 WiFi。第一次我用 iPad 直接連的網絡是5G WiFi，然後它就後邊就設備不在線，它是不支持5G 的，一定要連 2.4G 的網絡。然後我們重新的連一下 2.4G 的網絡，這裡一定要填你的 2.4G 網絡，
因為你的平板啊、手機啊连的都是5G 网络，一定要切換到2.4G 网络，然后后边就一配就成功了。给它配置一下。网络配置完之后，然后下一步起个名字，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P200W，开始连接，很快就操作成功了。关于配网这一块不太容易配，失败的概率比较高。然后你可以通过重启这个软件或者重启这个可调电源，然后进行配网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多试几次。然后网络一定要使用2.4G 的网络。然后下面我们就进入它操作，进入这个界面操作。这里我們可以修改它的名字、時區城市、背光。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這是開機的狀態，我們點正負極，不要讓它連了。然後我們點輸出，也是反應非常快的。關閉。修改數據組，一共有10組。這裡我們可以修改地區、天氣、設置是自動熄屏。蘋果端和安卓端都是一樣的，點擊這個電池，可以設置充滿自停功能，電池自動充電，滿電截止電流0.01，按開關。好了，複雜的功能等我以後有時間了我再做一個視頻。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一個簡單的開箱和組裝，一個簡單的操作，然後就到這裡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做手工的完整視頻。如果你也有一些好玩的手工或想法，請分享在評論區，說不定我們可以一起做。最後還是希望大家關注、訂閱、點讚和收藏，為我加油鼓勵。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期再見。